俄乌局势愈演愈烈，伊朗导弹却袭击了美国领事馆，此事是否与俄乌冲突有关？为何事发之后，美国保持了低调处理？伊朗为何要袭击美国领事馆？自2月底俄罗斯大军进入乌克兰以来，东欧无疑成为全球最热点的地区。而除了战场上的较量，战场之外，多方势力也跃跃欲动。可以说，此次俄乌冲突的影响要远比大多数人想的深远得多。除了美国的盟友纷纷行动外，美国的死敌们同样按捺不住。据媒体报道，3月13号凌晨，伊拉克西北部埃尔比勒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军基地附近遭到多枚导弹袭击，包括14枚导弹击中了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周边地区。虽然袭击者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生，但外界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伊朗，因为也只有伊朗有这个能力与意愿袭击伊拉克境内的美国目标。另有知情人士称，此次袭击美国领事馆的导弹型号为法塔赫110短程导弹，是伊朗军方近年来频繁测试的一种导弹。可以说，凶手无疑就是伊朗了。那么问题来了，在俄乌局势愈演愈烈之时，为何伊朗要来一次火上浇油？美国媒体解释称，此次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为了报复几天以前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2名伊朗革命武装人员的死亡。不过问题是，类似的情况在中东并不罕见，但为何伊朗这次要挑选美国人的设施进行报复呢？上一次伊朗导弹袭击美军设施，还是因为2020年年初美军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而此次事件显然还未上升到高级将领被刺杀的高度。更令人奇怪的是，事件发生后，美国与伊朗都选择了避重就轻的方式，这两个国家又有何小心思？此次袭击美领事馆事件又是否与俄乌局势有关？首先可以判断一件事儿，伊朗向美国领事馆发射导弹，实际上就是俄乌冲突的延伸。为什么这么说呢？俄乌冲突以来，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制裁，制裁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但始终触及不了俄罗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石油。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靠石油贸易就足以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但是如果对俄罗斯实行石油禁运，整个国际石油市场都会受到波及。据悉，俄罗斯每天产油达到700万桶，一旦俄罗斯石油遭到禁运，全球将有700万桶石油的空缺。那么这份空缺谁来补？美国人首先想到了自己在中东的盟友，结果几天前报道指出，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拒绝与拜登通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此时美国总统打电话给沙特与阿联酋，必然是要求其提升石油产量来填补俄罗斯石油空缺。但是无论是沙特还是阿联酋都不愿意做这个冤大头。对于沙特与阿联酋为首的欧佩克组织来说，目前石油生产每天都已经是拉满的了，突然要提升700万桶，不仅耗时耗力，还要投入更大的成本。而石油短缺的话，油价上涨反而对产油国有好处，这对沙特与阿联酋来说是有利的。这两个国家没有理由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美国稳定国际油价，自己的盟友找不成，美国又把目标放在了另外2个国家，这2个国家就是委内瑞拉与伊朗。由于美国的制裁，委内瑞拉与伊朗石油产量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如果将这2个产油大国完全释放，则能比沙特与阿联酋更快填补俄罗斯石油空缺。于是乎，围绕着美国、俄罗斯、伊朗与委内瑞拉的石油游戏拉开帷幕。在美国寻求盟友无果后，转而寻求与委内瑞拉、伊朗达成和解，以放松制裁为条件，要求这2个国家产出更多的石油。这样的举动对于俄罗斯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好在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支持这2个国家反美。那么美国人的糖衣炮弹又是否奏效呢？首先是委内瑞拉在这件事上表明了微妙的态度。一方面，委内瑞拉在俄乌冲突开始后坚定地站在俄罗斯立场；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谈判，委内瑞拉方面表示，如果美国承认马杜罗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与美国的石油合作可以商量。很显然，委内瑞拉在两边要价，考虑到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以及地理位置，若委内瑞拉最终真的倒向了美国，恐怕俄罗斯也不是不能理解。而俄罗斯真正的底线还是在伊朗。伊朗作为俄罗斯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两者联合在中东与美国博弈多年。如果委内瑞拉对美国处于守势，那么伊朗就处于攻势了。伊
伊朗要建成事业之湖，对抗美国的封锁，离不开俄罗斯以及另一个东方朋友的帮助。因此，伊朗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俄所关注。不过，对于伊朗而言，如果美国能在伊核协议上松绑，让伊朗产出更多石油，无疑能盘活多年来弃沉的经济。在国家利益为重、俄罗斯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伊朗为何不学习委内瑞拉两边要价，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以军事手段直接回应美国呢？伊朗在做出这项举动后，无疑俄罗斯是最放心的，因为这样的举动也是向俄罗斯传达出一个信号：伊朗将坚定地站在俄罗斯这一边，继续保持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美国迫于舆论压力，与伊朗的和谈也将会中断。可以说，在经济与盟友面前，伊朗选择了盟友。不过，从表面看是这样的，背后的原因恐怕更加复杂。在伊朗导弹发射后，伊朗官方第一时间选择沉默，而不是为自己的行动宣扬造势，并且此次袭击未造成美国人死亡，恐怕也是伊朗军方提前侦察了该区域，有意不让情况恶化。有分析称，实际上在伊朗政坛内部，关于此事也是相当分裂的。伊朗内部一直都是有亲美势力的，这些势力主张与美国达成合作，从而解除西方对伊朗的经济封锁。然而，伊朗军方却是最坚定的反美势力，这还是由美国人自己埋下的种子。在2020年苏莱曼尼被炸死之后，美军的行动实际上就给伊朗军方传出了一个信号：美国是无意与伊朗军方促成和谈，甚至连军方高官的性命都难以保证。对于伊朗军方而言，美国是绝不能信任的。而俄罗斯有意与伊朗军方关系密切，伊朗军方需要用自己的行动打断国内亲美派的念头。因此，这一次导弹袭击美领事馆可能是伊朗军方的擅自行动，因为第一时间伊朗政府保持了沉默。而伊朗做出这样的举动后，美国也明白伊朗的真正本意。此次袭击事件实际上是俄乌冲突的延伸，若美国这一次下场，很难保证事态不会恶化，甚至导致世界大战。加上美国还需要与伊朗留有谈判的空间，因此也选择了冷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背后，另一个隐藏玩家实际上也与其有所关联。此前，中国与伊朗签署中国伊朗全面合作协议，在协议中，中国将在25年里向伊朗注资共计4000亿美元，这笔钱主要投资方向便是石油。此举也无疑向伊朗释放一个信号，未来的伊朗是有可能脱离美国的市场体系，依旧能在中国的政策下发展经济。对于伊朗而言，军事安全需要依靠俄罗斯，而经济发展可以依靠中国，那么美国就不是必须选项了。有着中俄作为后盾，伊朗向美国目标发射导弹的底气也就来了。反倒是美国机关算尽，以为能掌控全局，却终究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